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女友以为我是公司老板的儿子，迫不及待带我回家见父母。女友妈妈嫌弃我是个臭保安，转头就介绍又老又丑的老男人给他。女友哭着暗示我，如果你是咱们老板的少爷，我们结婚就没那么难了。后来他勾搭上老板家的真少爷，狠狠骂我，你个臭保安，装什么阔少爷，假深沉，浪费我时间。其实这家奢侈品牌只是我爸旗下的一个子公司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是奢侈品大楼的保安，同事们日夜讨论哪个柜姐更美时，我只想好好工作。某次清纯柜姐田玲塞给我热乎的煎饼果子，央求我让她的目标顾客的车先进来，这样她就可以帮她的顾客先抢到限量版包包，拿到高提成，然后请我吃饭。我这人心眼实，对待任何工作都是认真负责，直接拒绝她了。后来我从同事口里知道，除了我其他人都帮忙了。田玲月底销售成绩垫底，被辞退了。再遇到她是在我经常去的一家烧烤摊上，她喝得烂醉，被人调戏，我就下了她，送去她家，照顾了一晚上，也听她骂了我一晚上。我越想越愧疚，给她推了一些找工作的渠道，终于找到了一家合适的，过几天就要入职。你觉得我好看吗？田玲把入职合同盖在膝盖上，白皙的鹅蛋脸微微泛红，水汪汪的眼睛仰望着我。光是这张我见犹怜的脸就印象深刻，更别提那凹凸有致的身材，何止是好看，简直就是普通男人的梦中女神。不等我回答，田玲就笑了，傲娇道，看你反应，我就知道自己多好看。好看有什么用呢？我不像其他同事那样没下限。他叹了口气，看向我时，杏眼微弯，又笑着继续道，其实我一开始挺烦你的，讨生活还那么一板一眼。后来我释怀了，即便你帮了我，我也会销售垫底，因为我做不到用身体去换业绩。我想清清白白的做人。你觉得我应该嫁给什么样的人？或者说，你觉得我喜欢什么样的男人？他主动凑过来，微微侧着脑袋，手搭在我的肩膀上。其实我一直暗恋他，但我从没想过会跟他在一起，因为从入职第一天起，这些柜姐在没事的时候，从来就没正眼看过我们。我自嘲地笑了笑，反正不是我们这样的人。我们，田玲皱了皱眉，把我肩膀掰直，正面他，严肃认真道，别人我不知道，我觉得你就挺好的，正直善良帅气，就是我喜欢的类型。我没钱，就是个保安。见他越靠越近，我强调道，本以为他会清醒冷脸，谁知道直接仰头吻了过来，大喘气后道，保安怎么了？都是打工人，谁比谁高贵了？我就喜欢你这个人。我按住他的后脑勺，狠狠吻了下去。我和田玲交往半年后，他从没有嫌弃过我保安的身份。他工作的商场在胳膊，好几次穿着奢侈品工作服，光明正大的来给我送吃的，引得同事纷纷羡慕我们命好。偶尔几个田玲前同事过来，奚落两句，田玲挎着我的胳膊，坚定道，我就是喜欢这个保安，还要跟他结婚呢。咋啦？看他大大方方的样子，我越看越爱。也是我在被别人欺骗后，第一次真心爱上一个女人，是时候跟她坦白身份，然后带她见我爸了。然而这话还没说出口，田玲就先得了她妈妈的命令，带我回家吃饭了。第一次见面，我不知道送什么，回家在我妈柜子里拿了个没拆封的包，怕被发现，直接塞进垃圾袋里，顺利带了出去。到他家小区楼下，
我看到了一辆熟悉的车，多看了几眼，磨蹭什么？还不上来！头顶某层探出了卷发脑袋，是个中年女人，正对着我们大着嗓门喊我们。田玲尴尬介绍：“这是我妈。”看她欲言又止的样子，我就知道不是什么善茬了。没事，但我太喜欢田玲这么耿直善良的姑娘了，刀山火海也得去啊。我们上了楼，给我们开门的就是田玲妈，她抱着胳膊上下打量我，眼里的鄙夷让人很不舒服。我特意拿了出席晚宴的西装穿，自认为得体大方，配这栋楼都算多余了。穿的倒是人模狗样的，但穷鬼就是穷鬼，再怎么包装都挡不住一身的土包子气息。田阿姨说话尖酸刻薄，做事更是让人无语，直接夺走我手里的垃圾袋，一边打开看包，一边尖着嗓子道：“你穷怪你爹妈不争气，穷还喜欢买假包装，烂泥扶不上墙。你这种人也配娶老婆？还敢觊觎我如花似玉的女儿？呸！”那一口唾沫直接喷在了我脸上，恶心的我差点呕了出来。包是真的，我攥着拳头，看在田玲的面子上再忍。田阿姨冷笑一声，包直接掷在我头上，砸出个鼓包，又粗俗地骂道：“你要是买个几万的包包，我还能信你是真的。你个狗杂碎，拿个几十万的爱马仕，你爹妈死了卖了都买不起。”这是我生平听过最难听的话，也是我见过最没礼貌的人。我弯腰捡起包，正想甩脸走人，谁知他先抢走，扔给路过的邻居，嚷嚷道：“给你拿去买菜。”邻居是个跟我奶奶差不大的老太太，她接过包，欢喜得很，递给我一个创口贴，关心道：“小伙子，流血了，处理一下，感染了就不好了。”我颤抖着手接过来，感激地说了句谢谢，任他把包带走了，也没多说一句。我妈一柜子爱马仕，不差这一个，况且给这善良懂珍惜的老太太，不比给这个巫婆强多了。目送完老太太，手上创口贴被夺走，利落地贴在我脑门上，然后对上泪眼汪汪的眼睛：“对不起，我不该带你来。”呜呜。疼吗？没事。看田玲那般心疼我，我心软了，笑着去安抚她，她也笑了，笑得可爱可怜。田阿姨咳嗽一声，打断了我们深情对视，然后把田玲拉了进去。里面迎过来一个中年男人，被母女俩挡着，脸部轮廓若隐若现，面熟得很。门没关，我赶紧跟了过去，看清了这个人，惊而不语。中年男人看见我，羞赧地低下了头，有种恨不得钻个地缝离开的意思。这是徐总，楼下那辆宾利就是他开来的。这是我那专门给别人安排相亲的姐妹儿给我介绍的。田阿姨拉着田玲，抻着的脖子都快抻到我这里了，声音更是洪亮如钟：“徐总虽然带个孩子，但人家说了，只要我们家田玲肯嫁过去，彩礼888万，别墅豪车那更是不用说。光这彩礼呀，就让人望尘莫及喽。隔着人炫耀还不够。”他推开田玲，朝我走过来，斜眼看我：“只要你不缠着我家田玲，我可以帮你跟徐总说说，他还缺个司机，开宾利比你当个破保安强喽。”呵。这个所谓的徐总就是我爸的专职司机，经常接送我上学。我真愿意给他当司机，他敢坐我开的车吗？888万彩礼，那也是我爸看在他尽职尽责给他的。睥睨了一眼许国华，我冷笑一声，但什么都没说。有这么个丈母娘，我反而不想说出自己的家事了，也想看看田玲会怎么选择。妈，如果不是我喜欢的人，8888万彩礼我都不会嫁。田玲刚干涸的眼泪又蓄满了眼眶，扯着我的手紧紧不放。
我瞧着都忍不住红了眼，伸手给他擦拭。田阿姨气得脸色青白交错，一边喘气一边道：“好啊你，我真是白养你了。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你不嫁也得嫁，要不然永远别回这个家，不回就不回。”田玲态度很坚决，拉着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栋楼。路上，我给许国华发了消息，让他不要暴露我的身份。他发了几万字长文来给我道歉。身边的田玲还在啜泣，我拉她在一边坐下，郑重承诺道：“你为了我跟家里闹翻了，我不会辜负你，以后一定会好好挣钱，让你爸妈刮目相看。你说，你要是你们老板的小儿子，多好啊！这样我们既不用得罪我妈，安稳幸福的结婚了。”他感叹完，仰着头，直勾勾地盯着我。我捏了捏他的脸，无奈道：“可惜我不是我们老板的小儿子。”“不是又怎么了呀？我只是觉得我妈平时对我挺好的，乱发牢骚而已。”田玲手松了一瞬后，又紧紧绷着我的胳膊，一字一顿道：“我就要嫁给你，认定你了。”看他天真无邪的脸，我懊悔自己多想了，等找个机会就跟他坦白我的身份。我看田玲被前同事欺负得厉害，一直想帮他出口气，坦白地点就选在他直接工作的商场，顺便给他买几件东西，哄他开心一下。这天，我和田玲特地请了一天假，进了品牌店。柜姐们虽然表面没说什么，但都斜眼看着我们，嗤之以鼻的样子。我要给田玲挑选礼物，田玲却用挽着我的手晃了晃，娇软道：“这些东西我都有，你快说，有什么事要跟我坦白呀？”其实我是……话还没说出口，柜姐们突然躁动起来，纷纷探头往外看，甚至小声议论起来。听说今天老板小少爷江白要过来视察，这可是第一次。你说小少爷喜欢什么样的女生啊？听说他还没结婚呢，还听说豪门娶贵姐的也不少。田玲忽然松开我，皱眉嘀咕道：“小少爷来视察。”看着我的眼神更是古怪极了。等那位小少爷江白走进来时，所有人又恢复严肃，江白则朝我们微微点头，把自己当作顾客一样，在店里逛了起来。田玲失了魂似的，刻意跟我分开逛。我问他为什么，他不耐烦地说：“我不懂这些，还不如自己挑。”然后就看着他和江白偶遇，激烈地讨论着产品，身体还时不时往江白身上贴。最后他挑选了一条男士领带，才让我懊悔自己不该这么敏感。今天是我生日，他买男士领带用意很明显了，不过他还在试用期，收入不稳定，怎么能让他买这么贵的东西？我赶紧过去，把卡拿过去刷，旁边并列着另一张卡，金灿灿的，是江白的。田玲，他这么利索帮你付钱，还说不是你男朋友。江白抽回了卡，皱眉道。田玲瞪了我一眼，不屑道：“追着给我付钱的人多了去了，也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的。再说，别人追我又不是我能控制的。”他按住江白拿卡的手，声音瞬间娇软了几分，区别对待明显。我拉住他另一只手，质问道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“我不是，你给我推荐工作，我很感激你，答应跟你吃几顿饭，别的什么都没做，算是朋友吧。”田玲朝江白抛媚眼，虽然是朋友，但也不能随便让你花钱。花钱这种事还得男朋友来，那就我来。江白满意的笑了，把卡递了过去。我还想上前一步理论，被江白推了回来，冷嘲热讽道：“你个穷酸保安，零零心善，不嫌弃你，跟你做朋友，你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，还想着癞蛤蟆吃天鹅肉呢。这条领带是我刚刚看中的，难不成你还想讨好天灵，
给她男朋友买领带。江白舌头抵了抵腮帮，在柜姐们此起彼伏的笑声中，又大声道：“还真 TM 绝世大舔狗呢！”刚才还有所收敛的笑，毫不遮掩地震荡在店里。田玲没笑，转注给江白戴领带，哪有功夫搭理我？你要是我们老板家的小少爷，该有多好啊！不禁想起田玲之前的感叹。我明白了，彻底明白了，我姓江，他这是误以为我是这位江家少爷，所以才会对我百般讨好呢。不过他哪里知道，这家奢侈品店只是我爸公司旗下销售额最差的一家品牌。我愤愤离开了这栋楼，外面刚好在下雨，我没带伞，想着去我工作的保安亭里躲一躲。李哥，我躲一下雨。我递过去一根烟，李哥没接，像是躲瘟疫一样，离我很远。去，别在这里躲雨，这里只能工作人员或者顾客带。李哥更是毫不留情地驱赶我。从前我们关系不错，而且我也是这里的工作人员，他不应该对我这个态度啊！我半个胳膊淋着雨，人死死地扒着门框，不死心问道：“老李，别跟我闹了，我出了点赃款，正心烦呢。谁 TM 跟你开玩笑？”老李大力一推，我猝不及防摔在污水里，不敢相信地看着反常的人。你 TM 得罪谁不好，非要得罪咱们老板的儿子？现在你被炒鱿鱼了，赶紧滚蛋，别连累我！老李关上门之前，还不忘骂道：“我 TM 怎么这么命苦？怎么跟你这么个玩意儿关系好？”我自嘲一笑，从泥水里爬起来。他要是知道当初玩得好的人是总公司老板儿子，才要懊悔呢。没有遮挡的地方，我只能淋着雨走出公司管辖区之外。一辆宾利停在我面前，后面走下来一位精致优雅的中年女人。司机位置下来的是许国华，他撑着伞，哈巴狗似的紧追着女人，自己淋湿了半身，也不敢多说一句。这中年女人是我妈，她直冲冲朝我走来，把伞大半拽到身上，心疼喊道：“我弟儿啊，怎么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？咱们不历练了，不历练，回家去。”我爸为了让我历练一下，让我从基层保安做起，更好观察商场运作。我点点头，上了宾利车，回到我那个京圈富人区别墅，脱下保安服，坐回了京圈。太子爷江泽：“儿子，明天就是你生日了，妈为了补偿你，特意在家给你办了一场盛大晚宴。”我妈一边给我夹菜，一边激动道。我问道：“会请分公司的人来吗？”分公司？我妈重复了一遍，嫌弃道：“我请的都是家庭实力差不多的，小公司的人没见过世面，别冲撞了其他宾客。你们不是让我早点接手公司吗？趁着这个机会，我会分公司的人，对他们的能力有个数。”我提议道：“这样，那个江白也会来吧？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带田玲来。”宴会开始，宾客陆续进场，我也换好了衣服，下楼去和我妈闺蜜陪阿姨聊天。中途她去了厕所，我聊得有些累了，原地休息，想着江白这会儿是不是到了。真没想到你傍上了富婆，还能出席这种场合。转头是田玲阴阳怪气地说话，不等我开口，裴阿姨回来了，朝我走过来。田玲转变成讨好的嘴脸：“裴太太，好久不见，我是上次给您留包的柜姐田玲。”“是你呀？”裴阿姨敷衍地回了句，转向我笑道：“刚刚说到哪里了？裴太太，您应该不知道，他是我前男友吧？”田玲咬了咬唇，插话道。裴阿姨这会儿正眼瞧他了，惊讶道：“你？”又朝我看一眼，等我的回应。我点点头，看向一脸得意的田玲。她刚刚那么跟我说话，显然是不知道我的身份，所以跟裴太太承认我是前男友，
是憋着什么坏主意呢？因而我没告知身份，看他接下来会怎么做。裴太太看着田玲的眼神都变得肃然起敬起来，也没那么排斥他了。田玲凑过去，低声说道：“我跟他在一起那段时间，被骗惨了，差点染上那种病啊！”裴太太脸色白如纸，惊恐地看着我。田玲嘴角笑意更明显了，更是光明正大地挑衅我。我呵呵一笑，佩服他还能想到这么诋毁我的方法来。裴太太冷静一会儿后，赶忙拿出手机。我猜他是想打给我妈，但田玲以为他嫌弃了我，更是毫不避讳道：“这种蓝黄瓜有什么好的？我给您介绍干净懂事的。”啪！响亮的巴掌传至大厅，引来不少人关注。田玲捂着脸，不敢相信地看着裴太太，小声嘀咕道：“我说的很小声啊，怎么会？你一个小姑娘，天天介绍这个那个的，真不害臊！”裴太太气得手抖，骂声也带着颤音，估计是当着她闺蜜儿子的面说这些，太丢人了。她甚至不好意思正眼看我，我也觉得有些尴尬，攥着田玲的手腕往另一边走。有什么事冲我来，别打扰外人，我警告他。田玲笑得腰微弯，鄙夷地指着我：“你没有富婆傍身，进来做服务员都不够资格，我凭什么冲着你来？你要是心疼你的富婆，那就滚出去。我只是觉得跟你这种人在同一个地方，觉得恶心而已。”江白来了，他赶紧跟我保持距离，大声吼道：“怎么了，宝贝？”江白搂着田玲的腰，咬着她的耳朵，然后瞥向我，发出一声惊讶的喟叹：“哟，换来这座保安了？不对，没穿保安服，混进来的吧？”江白单手插兜，取出手机，嘴里嘀咕着要请真正的保安来把我赶出去。田玲扯了扯他，提醒道：“她是一个富婆带来吧，估计赶不走。刚刚那个裴太太有家室，这里又是江大公子的生日宴，各大媒体报道，万众瞩目的。她一个丈夫儿子的，好意思维护一个男小三吗？”江白不屑回道，扯着嘲讽的眼神看向我，嘴角勾出挑衅的笑，拨通了安保的电话，不耐烦道：“混进来个人，对我很不礼貌，恐怕还会冲撞别人的宾客，你们看着办吧。”按照他的身份，只能算是这种宴会的小喽啰，所以对江家安保说话都不敢加重语气。谢谢江少田灵猫似的躲在江白怀里，不忘朝我白了一眼。我笑笑不说话，真等保安来了，有他们哭的时候，5、6个制服墨镜壮汉浩浩荡荡地走了过来，在看到我的那一刹那，齐齐弯了腰：“少爷，你喊他什么？”江白和田玲互相推开，惊诧地看向我，异口同声道：“这会儿裴太太也拉着我妈赶了过来，就是这个女人竟敢污蔑小叶，赶紧把这种人赶出去。”裴阿姨怨怪又心疼地看了我一眼，叹气道：“你说你怎么就看上这么个东西？咱们圈内多少名媛淑女喜欢着你呢？”裴阿姨说的不夸张，我完全继承了爸妈的长相，又是京圈首富的儿子，所以想和我家联姻的长辈和同龄人数不胜数。只是我爸经常告诉我，别人看中我的要么是皮囊，要么是家世，跟我本人没多大关系。加上我被外围欺骗过，所以一直不愿意接受联姻。现在想来，田玲综合条件确实是我接触过最一般的女人了。江少，江白下巴都在抖，话说不利索，直到转向田玲，声音才大了点：“是这个臭婊子，他说自己没男朋友，还妩媚你是他变态追求者，所以我才会有眼无珠，欺负到您头上的。您大人有大量，看在我们公司兢兢业业付出的情面上，
饶了我这回吧。他2条腿也跟着抖，真怕他控制不住那玩意儿尿了出来。我故作无意提到，姓什么不好？姓姜。我改姓狗。姜白讨好的笑着，身体微微弯曲，装作哈巴狗的样子，发出几声狗叫，汪汪汪。您觉得怎么样？真是一点骨气都没有。这种人怎么担当得了分公司？我看向我妈，提议道：把这个品牌撤出去独立吧，大楼收回来。好，都听你的。我妈打了电话，宣布和姜白家没有任何关系，租借给他们的大楼也全部收回，包括员工和保安。姜白再也绷不住了，直接吓晕过去，扫了一眼田玲，他的厚脸皮程度比我想象的要深，正对抛着媚眼，然后换上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。其实我当初和你分手都是被姜白逼的，那天姜白看上我，威胁我怕连累你，所以才会对你那么狠。他应该是知道自己这话转变太快，又补了一句：我要是真那么在意钱，我当初干嘛为了你得罪我妈介绍的相亲对象呢？这话光这么听倒是挺有道理的。见我不说话，田玲大着胆子跨上了我的胳膊，哄着道：我刚刚也是怕姜白发现你把事情闹大，以后你再想挤进这个圈子就难了。我冷笑一声，一根去公众号胡巴士更多看根掰开他的手指，扫了一眼许国华。许国华递给田玲一份文件：田小姐还记得我吧？这是你当初调查我家少爷身份的资料。你一开始以为他是老板少爷，所以才会为了他放弃我。田玲演不下去了，脸色惨白，瑟瑟发抖地看着我。我别过脸，懒得再看他一句，只冷冷道：滚吧，姜玉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呜，他不依不饶地扯着我的胳膊，哭得梨花带雨。以前不了解他的时候，觉得忍不住想去保护，现在只觉得恶心，甩开他的手。我大声道：把2个人都扔出去。姜白和田玲被保安架起来，双双扔了出去。宴会继续进行。回到姜家后，我正式接手公司。姜白为了继续赖在姜氏，高调改了狗姓，又整天来我办公室，像狗一样摇着尾巴等我原谅。我让人轰了出去。这种人前人后一套，其实是最可怕的，留着才是对公司不利。狗白驱逐出去后，我亲自去考察了大楼，确定以后的用途。首先就是炒掉这批不称职的保安。上头发生的事，他们似乎不知道具体，里面一派祥和，甚至开始编排起姜白。那个姜白把咱们喜欢的柜姐都给收了，现在遭报应了吧？呵呵，听说得罪了比他还有钱的公子哥，没斗过，还改了狗姓，连家里的公司都被他搭进去了。真想看看那位公子哥是谁呀？说一句兄弟牛逼。我走进笑声中，李哥头一个发现我，笑容收了收，不耐烦道：你不会以为姜白倒了你就能回来了吧？其实老子早看不惯你了，也不知道走了什么狗屎运。最漂亮的柜姐田玲竟然做你女朋友，给老子滚蛋！我淡定回道：你们不是想和那位公子哥说话吗？所以我来了。这话又引得他们哈哈大笑，他们根本不相信我的话，甚至嘲笑我产生了幻觉。直到他们工作对接负责人出现，宣布我的身份，还有他们被辞退的消息。姜总，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求您再给我一个机会吧，我真的需要这份工作。老李是他们头子，欺负我最狠，这会儿直接跪在我面前，其他人也跟着跪了。估计知道得罪我，不只是会丢了这份工作，还会被全行业拉黑。都是老李让我们欺负你的，我们要养家糊口，没办法呀。是啊，冤有头债有主，
你们 TM 背叛老子，我弄死你们！”老李跟其他保安狗咬狗打了起来，我报了警，附赠炒鱿鱼以外的大礼，蹲橘子。这就是欺负我的下场。确定大楼用途后，我正要回江宅，却接到了我妈的电话。当初我送出去的爱马仕包包，田玲妈硬说东西是她的，要从邻居那里抢过来，最后闹到警察局。警方根据爱马仕包包购买信息找到了我妈，我妈联系了我。妈，我去一趟，您别管。说了句，我就赶往警察局看热闹了，还和之前一样。没进里面就听到田玲妈的声音：“这包是我女婿买的，我就是给你看看，你竟然占为己有，就是个臭小偷，臭不要脸的！等我女婿来了证实了，我让你坐牢，坐一辈子。”等我走进去，这骂声才稍稍停止。田玲妈看我殷勤地凑上来，谄媚地笑着：“好女婿，你终于来了，妈可惦记你喽。上次是妈在考验你，你现在通过考验了，我同意你跟我们田玲在一起了。你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啊？”我往后退了一步，特意跟他保持距离。他还没意识到不对，紧跟着又上来一步，拉着我的胳膊，指着邻居道：“好女婿，就是这个臭不要脸的玩意，偷了你送给我的包，爱马仕啊，那么好的爱马仕啊，让他坐牢。包明明是不要了给我的。”邻居委屈得很，想了想，把包推到显眼的地方，慌张道：“我不要了，不要了，行吧？这包是我送您的，怎么能不要呢？如果不喜欢，去我家专柜再挑选个喜欢的。”我甩开田玲妈的手，走到邻居跟前，礼貌道。邻居受宠若惊地看着我，但很有分寸，抱着原来的爱马仕道：“这个就够了，谢谢小伙子，您真大方。好女婿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才是你丈母娘啊，你不想娶田玲了吗？”田玲妈眼珠子转了转，不服气道：“别以为田玲为了你反抗我，就真不听我的话了。户口本还在我这呢，你这么不听话，我把田玲嫁我许老板。”许老板，你怎么在这？他看到我身后的人，大约是猜到什么，脸色青白交错。许国华低声解释道：“我其实是江少爷家的司机，宾利是江少爷的，你爱把田玲嫁给谁就嫁给谁。”我转向警察，冷冷道：“这种人当众抢劫别人的包，还贼喊捉贼报警，干扰警察办案，依法办理吧。是不是田玲惹你生气了？好女婿，我给你出气，你可千万别让我坐牢啊！好女婿。”田玲妈苦苦哀求的声音在被拘捕后越来越远，直到消失。解决完这些琐事，我浑身畅快，找了一家高级按摩店放松。包厢里，按摩师傅进来了，逆着光进来的，看不清脸，绕到我身后，动作很不规矩，坐直身体制止，才发现进来的竟然是田玲。她挂在我身上，撒娇道：“你这种身份的人，本来跟我们八竿子打不着，结果还亲自教训我妈和那群保安，说明你心里在意我，只是想惩罚我而已。今天再给你惩罚一次，咱们和好吧？”低头看着这女人，再想起她诋毁同事的话，其实她才是里面最恶心的，简直又当又立。我大力推开她，大吼道：“滚！不恶心啊？好，江玉，你就坐吧，我会让你后悔的。”田玲收拾好自己，摔门出去，我也没了兴致，准备下楼结账。走廊上又碰到了田玲，身边多了个男人，面相很熟，身份应该不低。江玉，这人出了名的变态，我要是跟他进去了，那就人不人，鬼不鬼了。田玲把我拉扯到一边，带着哭腔道：“你以前说过，就算你受100倍的委屈，也不会看我痛苦1分的，不算数了吗？”“是啊，以前以为他单纯爱我这个人，
所以我掏心掏肺地对他吃几个月的泡面，饿到头晕眼花，营养不良，也要给他买生日礼物，让他跟了我也不委屈。对他这么好，还不是在知道我一无所有后狠心踹了我，现在看我一飞冲天，又来巴结我，他不配了。田玲，我们的事扯平了，为了讨好我，这么作践自己没必要。说完最后一句，我挣脱开他走了。晚上不知道谁泄露了我的行踪，田玲找到了我吃饭的包厢，她整个人很憔悴，还很瘆人。原本明亮的大眼睛，周围青一块紫一块，口红糊了满脸，嘴角拉丝一点，不知道是血还是口红印子。裹着大衣，一瘸一拐地朝我走过来，里面的伤也很明显。他跪在我脚边，气若游丝道：“江玉，你不惩罚我，我自己惩罚了。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回到我身边好不好？我爱你。”一点都不感人，只有害怕。他要是在我的地界出事，那对我来说很麻烦。出于人道主义，我把他送进了医院，付完医药费就走了。第二天，我上了热搜，井号江氏股价暴跌，井号江氏过河拆桥，井号江氏废柴少爷江玉。点进去，发生的事才一目了然。田玲昨天根本没指望我会原谅他，而是收了对家的钱，给我设了个圈套。昨天那个欺负他的变态，其实是我们江氏的合作方之一。田玲污蔑我，利用和他男女朋友关系，把他卖给了合作方来赚取合作。一时间，公司股价暴跌，遭受自创办以来最大危机，而对手公司则名利双收，股价高升，频频拉踩江氏营销。当初被我赶走的江白果然是个狠人，也加入污蔑我们江氏过河拆桥，强捧一个废柴上位。我爸狠狠打了我一顿，股东们也要求我写保证书，一辈子都不要插手公司业务。但我这个人还真不是外界传的废柴，他们利用舆论打商战，我也能利用舆论为自己证明，还能蹭着对方公司花钱买来的热度，把自己推广出去。这就是我有证据却迟迟没有发出去的原因。一天天过去，热度达到了最高点，也到了我必须出来给个交代的时候。我把江白和田玲在商场羞辱我的视频传到了网上，他们大概不会想到，那样突发的情况下，我是怎么拍下视频的呢？其实这视频确实是我运气好才有的。那天，我原本打算和田玲坦白身份，顺便和她求婚。为了纪念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刻，我买了个挂脖式摄像机，想在不告诉田玲的状况下，记录她真情流露的一刻。视频一出，我成了深情单纯少爷，圈粉无数，公司股价回升，市值是原来的3倍。而田玲的拜金行为曝光，被全网谴责谩骂，退了全网账号，不敢再露面。江白的日子也不太好过。当初我和他家品牌撇清关系，可不是真的为了泄愤，而是做保安期间发现他以假乱真，以次充好，并留存了大量的证据，传到网上。江白家宣布破产，露宿街头。而我在成功逆袭的光环下，让所有股东折服，比之前更顺利地接手了公司。后来再次听到田玲的消息，是通过我的一个老朋友，他说田玲给别人做3，被原配打流产后，又被男人抛弃，为了治疗，花光了家里的积蓄，城里的房子被卖掉，和妈妈被赶去了乡下。我摇晃着红酒杯，无奈一笑。如果田玲和他妈当初没有那么势利，那么攀上江家，一辈子衣食无忧了。可惜没有如果，贪婪无知的女人就要付出代价。末期少年穷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
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